大家好，我是大伙的老朋友史胖子袁方长。今天我讲点什么呢？就讲味精是怎么发明的。味精啊，大家都应该吃过，你可能自己不一定放，但是呢，你肯定吃过。为什么？你到餐馆去吃饭，大家都为了给这个菜品啊提鲜嘛，给汤提味嘛，所以一定会放。那么味精到底是怎么发明的呢？是这么回事啊。1908年的时候呢，当时日本帝国大学有一个化学教授叫做池田菊苗的，他老婆呢，看见他很累啊，他很晚才回家，就给他做了一碗海带黄瓜片汤。他吃了之后呢，觉得味道特别好啊，连吃3碗，太好吃了，太新鲜了。好吃啊！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叉烧，救命啊！你想啊，这个海带和黄瓜都是非常普通的食材，那为什么会这么鲜呢？是吧？作为化学家，他就想估计这个海带里面有提鲜的东西，所以呢，他就开始研究海带啊，研究了大半年时间啊，他发现这个海带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谷氨酸钠的东西，这就是味精了啊。但是问题是，10公斤的海带里面只有0.2克这样的谷氨酸钠。你想，那味精该有多贵啊？10公斤海带提这么一点东西，所以呢，就算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物质，也不能得以推广了。所以这一开始是一个没用的发明。那有没有其他的食材里面可以得到这同样的物质呢？其实啊，你看蘑菇很新鲜吧？蘑菇里面应该也有。最后呢，化学家啊就从这个大豆和小麦里面，发现了这种物质，这就是味精。这样呢，就可以生产味精呢，叫什么？叫味之素。所以啊，这种东西很快就传开了，也传到了中国。在中国呢，有一个叫吴运初的一个化学工程师，他就自己学会了这种技术。他就是世界上最早用水解法来生产味精的人啊。吴运初呢，也被公认为是味道大王。所以呢，我们国家啊，前期吃的味精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个吴运初之手啊。但是呢，用这种水解法生产的味精其实很不经济啊，因为这种方法要消耗很多粮食，每生产1吨味精至少要花费40吨的小麦，而且呢，在提取谷氨酸钠的时候要放出许多不好的气体，使用的盐酸呢也具有一些腐蚀性，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的污水啊。后来啊，又变成每吨味精啊只消耗用小麦3吨，不仅呢操作简单，成本呢也大大降低了，而且这个味精的纯度也提高了，鲜味更强。再到后来呢，又生产了什么强力味精，它的鲜度可以提高160倍。这项发明呢，也被认为是当年日本的10大发明之一。那么呢，这时候有人就问了，这味精不是有毒或者致癌的吗？吃多了不好吗？记得我小时候啊，也有人这么说，但是呢，袁胖我给你们找了各方面的资料，发现啊，其实味精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。你想啊，一个东西都100年过去了，也没有看见它有多大的危害，是吧？没有证明味精有害嘛。其实啊，我们现在生活中间用的鸡精啊、鱼露啊，还有提鲜酱油啊，其实里面多多少少都含有味精的成分。有时候呢，你吃了也未必知道。不过呢，袁胖在这里告诉大家的是，溶解味精的最佳温度是70度到90度。所以呢，大伙啊不要在汤料沸团的时候去加味精，最好等温度降下来一点点再放味精比较好。当然了，袁胖还告诉你一做菜的绝招啊，就是我从一个御厨那边听到的啊，他说，做菜真的无所谓好坏。关键在于菜品的新鲜，你吃天然的新鲜的菜品所做的菜一定好吃。刚杀的鱼、刚摘的菜煮出来的味道肯定比放了几天的菜的味道要正，不放味精反而好吃。所以啊，味精放或者不放，决定权在你。但是要说的是啊，这是从生活中间得到灵感的一个发明，也是来之不易。跟你说一下它的发明故事。好了，有兴趣听我讲故事的，加微信，我们有发明迷商城，里面全是当今最新最全的发明产品，一起加微信去看一看。